我们今天这个秀服，做秀的时候要有秀的衣服，对，要秀服，对，要秀服，要秀服。啊，好，要胸前赞助商哈，胸前赞助商。Volkswagen， Volkswagen 对，啊，那他的最近的那个这个电动车，他那个什么胖卡车，不是有一款已经很久很有历史了，他现在重新这个复刻出来，可是里面内装外观非常有智慧哦，他已经把那个后照镜都取消掉，全部用后视镜镜头。然后电动车厉害，真的是。因为我那天有去看电动车，在快充只要30分钟就好，可以跑350公里。哇，对啊，那但将来要先解决是充电站的问题。对，对，然后你要多花一点钱装快充。我那天去看保时捷，欧洲已经有在高速公路底盘就本身就是一个充电盘。你知道我们现在那个手机背面是不是可以这个无线充电，对不对？对。为了预防你有这个没有电的恐惧症，他们是在开出一条线道呢，下面全部都是电。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？就是你如果开着电动车，突然发现快没电，可是你经过了一个加油站，完全没有办法开进去的心情是怎么样？你不是都下去尿尿的吗？好了，好，12分钟内我们已经扯了2分钟。对，来，今天这一支是厉害的，女大18变的18号，女大18变的18号。你是盒子装反还是这样？还是全白的？它本来就全白的，全白的，然后下面只露了一个 Chanel。对，哇，太酷了。对，然后6.8 ml 200哈，6.8盎司200 ml 的。对，来打开看，它其实没有什么啊，这外观就很18号，很简约啊。双 C 其实就代表了一切。对 ，OK。瓶子也很简单，后面写着 ED Perfume 就是淡香精，然后前面写的18号。18号，对，18号。18号有一个什么特别的意义存在吗？18号当然就是它的高定的系列了。那这个已经出很久了。那以前从淡香水一直到淡香精，那跟法式别墅都一样，是它鸢尾的代表。哦，对，因为喵王说，香奈儿在方登广场的第一间珠宝店的门牌号码。哦，在什么广场？方登广场。方登广场18号是它的第一间珠宝店。哇哦，所以用这个珠宝店来取这个名称，对不对？他们很喜欢用门牌号码。对，很多人都喜欢用门牌号码。哪一天你看到308号，你就知道意思了。就我的香水，好不好？好，好。我以为是那个金牌18天。对，好，因为这支是喵王推荐我的啦，说要买给太太一定要买这个。那太太有喜欢吗？喜欢，太喜欢了。所以你不要讲太太，难怪你昨天可以留到，难怪你昨天可以留晚一点哈，因为是有先带。没有啊，我昨天赶快把这个送回去，对，对。对，好，来闻一下。那因为喵王有说啊，这个香奈儿拥有全部香水世界里最好的鸢尾精啊，鸢尾精油啊，是最高品质，对，好，独一无二的，来的存在。我们试一下，这就花香调，你喜欢的花香调了。哦，一开始就是鸢尾了啊，就很明显，就法国的国花鸢尾花啊。哦，法国瓜是鸢尾花，哇，第一次听到这个。对，知识哎哈，对，就是长了一个这样，然后，这个问 Josh 哥就知道了，法国国花就是鸢尾花哈，巴黎圣日耳曼，对，那个就是鸢尾花，对哦，对，气死我，是，非常没默契耶，要不要喷？要啊，这一支就是很明显一出来就是鸢尾花，对，那包含鸢尾花的。粉感跟它的根，对，好，鸢尾根的味道就在里面。可能因为有一点那个，OK，稍微一点点，大概0.5分糖的甜度，一点点甜。糖我是没有闻到呢，但我没有，因为那个法式别墅实在是太完全太土了一点了。是，对不起，这个是完全的，就是鸢尾花，对，没有别的，对。It is what is， 就它是什么就是什么，就是鸢尾花就这样。对，那一样，一如香奈儿的高雅了。
喷这个香水，我想都是优雅的，是，不是女士就是小姐啦。但是我现在粉感跟鸢尾根的那个味道下去之后，现在那个花香开始轻飘飘的出来了。对，哦，对，温柔的花香，我觉得这个转变太美了。对，这个转折大概在1到2分钟之后，出现了一个极度明显的大变化。对，就诸如我们这种满脸横肉的，一喷下去也刹那间变温柔。是你了。对，好，我还是属于比较有气质的这种凶神恶煞的，再凶神恶煞的人喷上去这一支之后，也变成温柔了。对，变温柔情人了。好，口水噎到了，口水噎到。好，来看一下香料表。麝香、锦葵、鸢尾、水果元素、木质元素、花香。好，这个有讲跟没讲是一样的，大概是那种水果的那种一点点但是它没有很明显对，没有很明显，它还是以鸢尾是它的主调。是，对。那现在我闻到的前调就是2分钟的鸢尾过去之后，那现在开始出现花香跟果香也有一些果香是没错的。那但是你说不出个所以然是什么果，因为它就是一个综合水果的综合水果这样。对。那你觉得是在什么样的情境场合呢？哇，我想喷这个的小姐，不管是小姐还是女士，你一闻到这个，真的都是优雅的味道。对，非常非常优雅的味道，我觉得一闻就知道这就是香奈儿的香水了，一闻就是香奈儿的香水，我觉得完全不老人。前调2分钟，你会认为这一支可能是适合冬天的，但是2分钟过后，我觉得这一支反而是适合夏天的。对，无论它的清透感，或者是夏天的这个水果感跟花香感，它表达的非常的好。对，那对我来说是一个身穿白纱，然后裙摆摇曳的女生经过，对，那很有气质对，这个是有水平的。你说对了，这个喷这个香水这是一支有气质的香水。对，那一如香奈儿的调香不会太张狂，但是也不会太内敛，一切都是恰如其分，都是恰到好处。是，对，OK， 好，那你推荐在什么样的场合？这一支应该是女性的啦，女性对女性，女生合适在什么样的场合跟衣着嘞？女性，请说，适合什么样的场合跟衣着？他的麦克风收不到了对，你就讲。我是叫你打 pass， 没有叫你上来讲。对，好，我觉得任何场合都可以了。这是一支任何场合都非常适合的女性取向的香水。非常，而且任何场合都合适的，对不对？对。那穿着来给些建议。轻松的服饰，对，轻松的服饰，对。那今天穿这个运动服合适吗？可能不太适合，对。那你还说任何服饰对，任何服饰，休闲一点，对，OK，还不到运动风啦。因为这个有气质的香水，我想跟运动风还是有一点点差别啦。不会，我觉得其实这个我瞬间想到，你如果女生穿这个网球装，有没有？网球的这种有领子的衬衫，或者是短裙摆，然后白布鞋，我觉得也非常的贴近这一支的味道就你想让自己，男性也可以啊，你想让自己温柔一点的话，对吧？对，或者是让横肉少一点的话，对，肥肉啊，横肉少一点，对。OK， 挺好。那我刚刚有讲到，我觉得这个就是网球的运动风以上的这种风格都很合适这一支。我觉得就像网球啦、高尔夫啊那种比较优雅的运动，对，不需要太多身体碰撞的运动，都很适合。好，那当然，如果是在工作场合或者是某一些聚会啦、咖啡宴会啦，我觉得这个都非常 OK 了。就凸显你的气质，凸显你的气质。好，而且这个味道你会想要去探索，它后调就开始稳定下来，就是呈现花香跟果香。对，花香。好啊，那我们待会后调再回头来跟大家讲一下它有没有什么变化。没问题，谢谢你听我们的18号，拜拜，再见，拜拜。来，18号回来，18号，我先讲好不好？好。18号后来非常的贴肤，而且温柔，而且闻到
微微输出的茶香哎，真的有对，茶我是有茶香的哦。对，是东方茶还是西方茶？东方茶，东方茶。对，而且这个老讲一开始它鸢尾前2分钟，我必须说我并不是很喜欢鸢尾啊。那可是2分钟过去之后的后面花跟果，但是到现在的茶香跟温柔贴肤的感觉，我真的觉得我会给它非常高的分数。对，太厉害了这个。对，我也是。它就是一个你希望在异性身上闻到的味道。对，你会知道它有喷香水，可是你又说不出个所以然，它到底喷了哪支香水，或者是你也无法为它定调说你这个是花香、果香，或者是木质香，什么都不是，这太厉害了。但是你知道它身上散发出一个香气，对，就是这样。对，好，如果你想要尝试一支不扰人，或者是让人家知道你有喷，可是又摸不着头绪的，我觉得这一支是非常厉害的，保持一点点神秘感啊，保持一点点神秘感。对对对，就是，好不好？就是这样，神秘感，不要就像我们的影片，我们才说不要讲太多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如果时间拖得越长，才越暴露自己的那个无知嘛，就是，对对对，所以尽量浓缩在12分钟之内，这样哈。我们其实它就是一个很美好而且优雅的一个异性香水了。我想任何异性，这个香水出现在任何异性身上，只要是一个男性，你都不会觉得是个难闻，或是太过侵略性的味道。对，完全不会，完全不会。会觉得这个女孩子怎么这么的优雅、有气质，有气质又不多话。对，就是非常不会一直喋喋不休啊，娴静犹如花照水这样子。就是非常的安静的坐在旁边。对，不会一直喋喋不休哦。对，然后说话很大声。对对，莫名其妙。你这好像在讲你自己。对，还好啦，我平常很少喋喋不休。对，是吗？你来这边都喋喋不休。哦，来这边对啊。那是看得出来说你非常喜欢这里啦，对不对？所以才会很想要赶快跟我们打招呼嘛，聊聊你的近况嘛，是不是？好，昨天来，昨天才来，今天也可以聊他新的近况这样。对啊。哦。来，让你说一下这个后调。对，这个后调，那我想它是一个非常非常优雅的香水。我必须说，它是非常优雅的香水。它适合比较文静的人，比较文静的人。是，因为比较文静的人，而且喷这个香水会为他的整个特质，这个人的特质加分。因为这个香水，我觉得1年4季都可以使用。是，对，都可以使用。OK， 我也是这么觉得，4季都合适。对，4季都合适，都是你4季都展现出你的优雅跟气质。对，我实在太喜欢它这个后调，就是舒服。对，就是觉得这女生一定要把它带回家。因为你知道它调香的功力有多么的恰到好处。是啊，对不对？不然不会第一间珠宝店的门牌号码挂上去，对不对？而且还历史这么久了。对，好，谢谢豪哥今天的介绍。那我们期待你的下一支哦。香奈儿点阅率都会很高哦，好不好？下一支香奈儿记得准备一下了。好，拜拜。